您忘带降压药了。丧没心，出个门都拖拖拉拉。我怀了个丫头片子，矫情什么？嫂子，车坐不下了，这饭店离家不远，要不您走过去？你也去。苏楠楠，这是我们家庭聚餐，弄着我老公晋升部门经理，你一个外人凑什么热闹？哎呀，老婆，楠楠是我干妹妹，算什么外人？车真的坐不下了，你要不打车过去？清明哥，打车多贵啊！你不懂，孕妇多走动对身体好。宋清明，到底谁才是你老婆？我说不来了吧，你看嫂子都生气了。我还是不去了。你别仗着怀孕使性子，要么打车，要么走过去。跟他废什么话？吃白饭的家庭主妇，开车！莹莹，我的好外孙女儿，要不要回来帮外公打理公司？女人总得有自己的事业。况且宋清明也升职了，家里有钱，完全可以请保姆。原来老公升职，又是外公的帮助。外公，等我生完孩子再说吧。我自幼失去双亲，从小就发誓一定要拥有美满的家庭。大学毕业那年，我不顾外公反对，选择了和我家世并不匹配的宋清明。怕宋家有压力，并未向他们透露我首富财团大小姐的身份。可这5年婚姻，我把自己活成了老妈子。这样的婚姻，真的是我当初想要的吗？罢了，先吃完这顿饭再说吧。快点，磨磨蹭蹭的。妈，你们可以先进去，不用等我的。先生，您预定的是家庭4人餐，多了一位，多加个椅子不行吗？需要额外支付79元餐位费。我儿子挣钱容易吗？多个椅子还要加79，这么贵，你们黑店啊！老公，只是多个餐位费，你们先进去吧。那个你，外面的饭不干净，你是孕妇，还是别乱吃。要不你回家自己煮点面。说什么？宋清明，你什么意思？刚刚让我自己打车来也就算了，现在还要赶我走？我这不是为你着想吗？你怀着孕，外面的东西不干净。嫂子，清明哥也是为你着想，你家里面条多好，没添加剂，健康又营养。宋清明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确定为了省79块钱不让我进去？不要因为这点钱生气，大不了这79我掏了，毕竟嫂子没工作过，她一个家庭主妇，不知道赚钱辛苦。一月工资才4000，怎么还能让你掏钱？她是孕妇，进去也是浪费钱。就是1分钱不挣，成天就知道享受。清明呀，这种胡搅蛮缠的老婆放在以前得挨揍，都是你惯的。我胡搅蛮缠？宋清明，我照顾一家老小，忙里忙外，现在一顿79块钱的饭我都不配吃是吗？嫂子，你别这么说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这不是故意让清明哥难堪吗？哎呀，别管他了，没听到我快饿死了吗？把我饿死了，你们都是不孝子。宋清明现在是卓远公司投资部门经理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只要他们离婚了，
我就可以不用陪老男人睡觉，嫁给宋清明过好日子。行了，你别在这儿闹了。我这不是刚生精，手里还没那么多钱吗？下次再带你吃还不行吗？没钱？你有钱请你的干妹，却连给自己老婆花79块的钱都没有。舒阳，你喊什么？不嫌丢人吗？当初我上大学，楠楠把200块嫁妆给我当路费，现在不过请她一顿贵点的饭而已。再说了，你平常在家，龙虾、燕汪、大闸蟹，大手大脚花钱，我有说过什么吗？宋清明，你搞清楚，龙虾是你爸爱吃的，燕窝是你妈每日餐补，大闸蟹是你爱吃。我大手大脚，家里有1分钱花在我身上吗？他那200块钱，让你记到了现在。那我呢？当年你一无所有，你的学费，你父母生病住院，不都是我出的钱吗？9年，宋清明，我们恋爱4年，结婚5年，你给我花过1分钱吗？够了！我只是想让你冷静。什么都是看笑话。嫂子，我知道你怀孕情绪不稳，这样，你先回家休息，我们吃完给你打包一份，好不好？别再作了，行吗？我把车钥匙给你，自己开车回去，这样就行了。我的付出，他们视若无睹，我给你的要求，在他们眼里是无法完成的。谁爱我？文舒颖，你疯了！宋清明，我们完了。让他走！除了会做饭，对我儿子的事业一点也帮不上忙的寄生虫，还会摆脸色了！我呸！嫂子脾气也太大了，放心吧，等一会儿她自己就消气了。毕竟嫂子还要靠你养活，离开你哪儿也去不了。这些年我真是太纵容他了。走，不管他，我们去吃饭。外公，我要离婚。去收拾东西，外公在这里等你。放心，外公给你请了最好的离婚律师，保证姓宋的占不到1分便宜。想当初这套房的首付还是用我的钱付的。当年宋天明为了撑面子，在他父母面前谎称是自己买的。房产证也只写了他一个人的名字。莹莹，虽然你是城里人，但你无父无母，到底配不上我儿子。以后在家好好做贤内助。老公，家向来是这样的，我主外你主内。瞧见这房子没？清明买的。这房子是你买的？好老婆，还好，我不曾放弃自己的理想。大小姐的账目很详细，也很专业。房产虽只登记宋清明名字，追回房产或首付的胜算极高。只是大小姐腹中的孩子，抚养权要一并争取吗？4年了，居然怀了个丫头片子！现在什么年代了？我们宋家3代单传。等过几年再生个大孙子就是了。哼，过几年，5年才有动静。
我们入土都未必见到大孙子，真是家门不幸。张律师，孩子抚养权我要定。宋家重男轻女，他们不会要女儿，这样挺好。好的，大小姐。莹莹，真的决定离婚了？你只要告诉他，你是赵氏唯一继承人，宋清明立马会对你百依百顺。那样的百依百顺，我要来有什么用？但凡他对我用心一点，就会发现我的身份。他面对的甲方，其实是我的外公。你明白了就好，宋家会后悔的。这样的挑衅看得多了。嫂子快看，这是清明哥送我的生日礼物，香奈儿的包，售价3万呢。他连79元都舍不得。你不是最爱面子，连79块餐位费都配不上的妻子，和价值3万的甘露，女人永远不要陪男人白手起家，不然他会告诉你有多低贱。我要你们颜面扫地。温书莹，我就不信这样你还能忍。完了！清明，你快看看，你老婆干的好事儿，我们全家都没脸见人了。都怪我，收到清明哥的礼物，我一时高兴分享给嫂子。他有什么资格生气？花的又不是他的钱。亲戚朋友们，你们都看看，我们家娶了个不要脸的媳妇儿。楠楠送清明1万块皮带，有些人靠我儿子养，还穿金戴银。嫂子误会我和清明哥，这包我不要了，你还是送给嫂子吧。给你的就是你的，她一个家庭主妇，背给谁看？穿金戴银靠我儿子养。宋清明的钱每月5000生活费，房贷4800，200块怎么穿金戴银？用200还穿什么金戴什么银？送皮带哦，玉米拴住你。清明，你每月就给莹莹5000块，这5000还包括房贷。那是我5年前刚进卓远的工资。当初我给了10万彩礼，他手里一定有钱。这些年没给他钱，他要了咱家10万彩礼，这个丧门星！老婆，别生气，你就是孕期情绪不稳定，把朋友圈删了。我就是情绪太稳定，离婚前我一定要跟你们算这笔账。他怎么还没删？这饭吃的，老脸都丢尽了。嫂子也真是的，一顿饭而已，闹这么大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快拿降压药！这血压的毛病真要注意，多亏莹莹给你带了药。什么多亏了他？要不是他，我能气成这样？好
了妈，这些年你和爸健健康康，不都是莹莹的功劳？他在家能干啥？每天躲房里看书，就是偷懒。莹莹她还看书？好了，干妈，等会儿买点馄饨。哼，买什么买？早知道就让清明娶你了。死老太太，当初嫌弃我学历低，等我进了门，有你好受。赵氏下半年有4个项目，你帮外公参谋下。外公还没接手公司呢。听说你去年拿了注册会计师，先不谈投资比例，投资前要做市场调研，行业前景重要，合作团队更关键。外公给你2个亿练手。看这澳洲帝王蟹，还有法国鹅肝儿，瞧瞧我儿子真孝顺。这些东西真好吃，嫂子要是没闹别扭，也能有口福。怀了个丫头汉子，还想吃香喝辣。妈，这不好啊。有什么不好？那个丧门星又不在。再说，要不是因为他，你俩早成一对了。喝一个。我和清明哥清清白白，打着干兄妹的名义，相处毫无边界。这些饭菜一般，都没你做的好吃。等我回去给你买馄饨，你最爱吃的。馄饨，在你心里，我还是这么廉价。我忘了不能喝酒，最近酒驾查的严，你过来给我回家。宋清明，你也配？嫂子呢？可能她睡着了，孕妇较多，要不我们打车？打车也方便。打什么车？他既然较多，少睡一觉也没事儿。他刚才闹了那么一出，让我在亲朋好友面前丢尽了颜面，正好给他一个道歉的机会。给他打电话，让他走过来开车接我们。他竟然敢挂我电话！丧门星竟然敢挂电话，反了天了！吃饭前就闹，现在还闹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家娶了个祖宗。都怪我，平时太惯着他，不就是让他来接我们一下吗？这么小肚鸡肠！他这脾气大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给我们老宋家怀个儿子呢。干妈、干爹也别怪嫂子，这怀孕的女人谁不想享受皇后的待遇？皇后？那她倒是给我怀个太子啊！怀了个赔钱货还这么作，以后还不得骑在我们脖子上作威作福啊！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打车回去吧。清明哥，这个点好像也打不到车了。丧门星讨债鬼，他是真不怕我家清明跟他离婚啊？离了婚，我看他一个二手货黄脸婆，哪个男人会要他？行了，我们走回去吧。走回去？这么远？呸！都怪那个丧门星！儿子，我告诉你，回去必须给我多打他2顿，让他老实听话。文淑仪呢？丧门星，自己在家舒舒服服睡得安稳，渴死我了，还不起来给我倒水！什么儿媳妇？没听到你妈要渴死了吗？还不起来给我们端茶倒水？儿子，看看你媳妇这态度，都是你给惯的。干爸干妈，我来吧。孕妇较多，可能嫂子睡熟了吧，没听到。没人，莹莹怎么没回家？不会吧，嫂子不会就因为这点小事闹脾气，离家出走了吧？您拨的电话已关机。您拨的电话已关机。一晚上了，老婆的电话怎么一直关机？老婆，好你个丧门星！我就知道你一晚不着家，肯定是出去鬼混了。你这穿的什么？又拿我儿子的工资卡出去挥霍了？老婆，昨晚去哪里了？担心死我了。哼，
去哪儿了？你看不出来？打扮跟个妖精似的，肯定出去勾搭人了。挺个大肚子还这么不安生。嫂子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就因为清明哥没付那79块的餐位费，你就拿他的钱这么挥霍，在朋友圈阴阳怪气清明哥每月给你的钱不够花。可你这身行头，怕是得好几万。好了，都别说了，人回来就好。老婆，你怀着孕，下次别这样夜不归宿，不安全。我昨晚在路边给你买了你爱吃的馄饨，你去热一热吃了吧。宋清明，饭凉了，热一热就好。可若是心凉，怎么办？丧门星，你有完没完？你一晚上不着家出去鬼混，我儿子都没找你算账，你倒好先找不痛快。10块钱一碗的馄饨，老公真是有心。你知道就好，也就我们家清明惯了你，换个人你就喝西北风吧。赶紧把朋友圈给删了，真够丢人现眼。我的包，文书莹，你疯了！文书莹，你个败家东西，疯了不成？这可是清明给楠楠买的价值3万的包。是啊，3万呢。你脖子上5万的金项链，宋清明你手上20万的劳力士，比起这些，我那79块的餐位费，真的很贵吗？贵到你负担不起是吗？说来说去，你还是为了那点事小肚鸡肠，就79块钱，至于一直闹吗？行了行了，老婆，一顿饭而已，你要真过不去，现在出去吃，这样总行。文书莹反了你了，敢打我儿子！嫂子，你太过分了！毁了清明哥给我的包也就算了，还打人！之前还在朋友圈颠倒黑白说清明哥只给你5000块生活费，害得干爹干妈一起丢脸。嫂子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们道歉！没错，道歉，还要录视频发朋友圈，告诉亲朋好友是你无理取闹。我们宋家有没有亏待过你？一顿饭而已，闹成这样，简直不可理喻。行了，赶紧道个歉，这事我们就当没发生过。见过厚脸皮的，没见过你们这么厚的。宋清明，你也觉得我该道歉？莹莹，这次是你太过分了，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，你道个歉不就行了？看在你怀孕的份上，这事我可以不追究。儿子，你傻呀？他都打你了，谁家媳妇脾气这么大？光道歉不行，还得重新赔给楠楠一个包。干妈，看你说的，我也不是非要那个包，只是嫂子口口声声说清明哥不给钱。不过你看他这身行头，都快赶上清明哥半年工资了。你倒是对我老公的收入很了解。我这身行头30万，宋千明半年要是能挣30万，那说明他一个月工资5万。可他怎么跟我说是8千？老婆，你别听楠楠瞎说，我工资多少你还不清楚？要不是张律师调取了你的工资流水，我还真不知道这些年你对我的隐瞒。嫂子，我就随口一说，清明哥怎么会骗你呢？不过30万不是小数目，你这哪来的钱啊？还能哪来的？整天打扮的花枝招展，一定是傍上老男人了。妈，莹莹，我知道你不会背叛我，你花的是你爸妈离世留给你的遗产吧？一下子花这么多太浪费了，你又不会理财，我早说了让我保管的。原来人可以不要脸到这种地步。他扯谎工资低，家里开销大，我暂时拿出父母给我的钱应急，没想到竟成了他心安理得吸我血的理由。老婆别生气了，我知道你之前嫌我工资低，现在已经是部门经理了，涨了工资到时候都给你好不好？宋清明，你可真虚伪。宋清明，9年了，我们该好好算一笔账。这是9年来我花在你和你的家人身上所有的开支，有大学恋爱4年你的学费、生活费，还有房子、车子以及你父母的医药费。老婆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宋清明，我要和你离婚。什么？离婚？你开什么玩笑？就因为我没你给你出79块钱的餐位费，你就要跟我离婚？你能不能不要因为一件小事就使性子，把婚姻当儿戏？我把婚姻当儿戏？你以为的一件小事让我看到了我在这场婚姻里的价值？宋清明，9年，我换来的是什么？是你们口中的寄生纯、丧门星。行了，那只是爸妈年纪大了，玩笑话而已。你怎么还跟老人斤斤计较？我斤斤计较。5年前结婚，你说你们家男主外女主内，让我安心在家相夫教子，你负责赚钱。可是整整5年，你真的养家了吗？说句不好，是你养我，还是我养了你们？还有他，一个外人，
时不时就来家里住让我伺候，甚至比我都了解我老公每月的收入。说来说去不还是钱的问题？这5年我每个月也给你钱了啊，不够用你早说啊！这还用我说？1个月4800的房贷你不知道吗？你根本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。5年你们全家吃我的喝我的，反过来骂我是丧门星。还有，这房子真的是你买的？什么？这房子不是我儿子买的，难不成你买的？大山里的穷小子一毕业就买到了 A 市最豪华小区的房子，你觉得可能？够了，别吵了！一家人算那么清楚干什么？莹莹，你还怀着孕，为了孩子，别动不动就把离婚挂在嘴边。就是算账，有什么好算的？反正我们不认。认不认是你的事，账单我送到了，工资卡我也还给你。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，找时间去民政局离婚。老婆，你要去哪儿？回家。你无父无母，除了这里哪还有家？嫂子，你走得这么直接，又打扮这么好看，不会是早就和人鬼混了吧？听说有些有钱人呀，就喜欢怀了孕、模样俊俏的少妇。好啊，差点被你骗住了，又是算账又是离婚的，感情是跟野男人私奔。你这肚子里的赔钱货，只怕也不是我儿子的种。妈，你胡说什么？老婆，我知道你不高兴，一顿饭而已，不至于上纲上线。你昨晚不去接我们，还彻夜不归，我都原谅你了，不至于离婚啊。儿子，你就是太惯他了，仗着自己怀孕使劲作，我看打他一顿就老实了。好了，妈。我知道你有记账的习惯，但一家人哪用记得这么详细？是我考虑不周，大不了我们再次吃一次饭，别说79，179我都给你出，好不好？宋清明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这不是那79块钱的问题。这怎么有800多万？文淑莹，你是想钱想疯了吧？我们怎么可能花你这么多钱？如果账目你们觉得不对，随时找我。文淑莹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都认错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认错，然后呢？跟从前一样继续装，继续眼睁睁看着你的父母欺负我，继续和你的干妹妹暧昧不清。你能不能不要再无理取闹？一顿饭而已，你要真过不去，我不是说了，现在马上带你去吃。文淑莹，你今天敢走出这门，就休想再踏入我宋家大门！让他走，一个孤儿，无父无母，能上哪儿去？过不了多久，自己就会灰溜溜滚回来。怀个孕敢这么做，以后日子可怎么过？我说，我怀着孕，不仅要负责家里1日3餐，每天做不完的家务，衣服要手洗，地要用抹布一块一块的擦，我还不到30岁，手粗糙的都快赶上80岁老太太了。你抱怨什么？这些都是你当儿媳妇应该做的。一个孤女嫁到我们家是你的福气，你没有工作，再不干点活，难道让我们清白养你不成？养我？他拿什么养我？5000块钱的工资吗？我看宋清明养的是他吧，他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，穿的用的怕都是宋清明出的钱吧。还有宋清明，你托关系让他去你公司做前台，同进同出，我很疑惑，你们到底有没有边界感？我和清明哥从小一起长大，感情自然深一些。够了，关楠楠什么事儿？楠楠是我干女儿，一个外人能跟她比？她去清明公司当前台，一个月生死累活只有3000。清明是她哥哥，帮黑家怎么了？帮衬，我看他们都快帮衬到一个被窝了。宋清明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之间暧昧的关系。还有你，你不一直想让苏楠楠当你儿媳妇吗？行，我离婚，成全他。嫂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和清明哥清清白白，从没做出格。你闭嘴！这些年你3番2次挑衅我，挑拨我们家庭关系，你那点肮脏的小心思，谁看不出来？你应该很得意吧？他随手一下就送你3万的包，而我身为他的妻子，每月只有5000块。这5000块不仅要还房贷车贷，还要管着一家子的吃喝拉撒。够了！身为我们宋家的媳妇儿，出点钱怎么了？当初我们可是给了你10万块彩礼，几千块的房贷，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？好了好了，都是一家人，别因为钱伤了感情。装什么老好人？这个家最虚伪的就是你。5年前你生病住院，是我出钱出力把你从鬼门关里救回来。这些年也是我每日叮嘱你吃药，防止你病情复发。还有你怕情绪不稳定，一激动高血压就犯病，是我每日药不离身照顾。
而他呢，只要嘴甜说两句你们爱听的，就成了最好最孝顺。够了，莹莹，你非要这样吗？账算这么清楚，你从前都是善良大度，什么时候变这么小心眼？善良大度，你就是太善良，才会被你们欺负至此。你个丧门星，你还敢动手！你敢动我一个试试？哎呦，家门不幸娶了这么一个泼妇，简直是要把老宋家拆了！赶紧把钱凑齐打在我卡上，然后在离婚协议上签字。宋庆明，夫妻一场，好聚好散。莹莹，你真要和我离婚？你真的不要这个家了？文淑莹，你再踏出这个门，你再也不是我宋家的儿媳妇。让他走，真是反了天了！不就少吃了一顿饭吗？不敢拿离婚威胁我们。儿子，跟他离，我看他一个离了婚的能上哪里去？够了，你们都给我闭嘴！清明哥，你一个月5万，就真的只给嫂子5000块钱啊？5000块怎么了？每月不还多出200块钱给他零花？要我说，就该1分钱不给他。再说了，今天他那一身行头30万，如果不是清明额外给他，他哪来的钱买衣服？清明啊，你不会真的没有额外给莹莹钱吧？这一个月5000，还要还4800的房贷，那这些年咱们吃喝用度都是莹莹自掏腰包。吃喝能花几个钱呀？清明在单位吃，家里就3张嘴，能花多少钱？还800万，我看8万都未必有。就是哪用得着那么多钱？干爸，您不知道你们平常吃的海鲜哪家市场没有？去得早还能打折，还有那燕窝，网上都说了是糖分勾兑的假货，说不定嫂子拿这些诓骗你们，不然她哪来的钱买这些？就是，如果都是真的，就他那小肚鸡肠的样子，早就跟咱们算账了，等得到今天。可是那龙虾、燕窝、大闸蟹看着不像假的呀。是真的又怎样？嫂子既然嫁给清明哥，就是你二老的儿媳妇，儿媳妇自掏腰包孝敬公婆也是天经地义的呀。楠楠说的没错，儿媳孝敬公婆天经地义。清明啊，这次他这么闹，你可千万别服软。她怀着孕，强硬不了2天，可你若是服软，她就会借机拿捏你，日后指不定怎么作呢。你妈说的对，你这次绝不能服软。没错，她无父无母，是个孤儿，现在又怀着我的孩子，能去哪儿？到时候还是得乖乖回来求我接纳。是不是你一直在莹莹面前炫耀挑唆，才会让她这么醋意大发？你怪楠楠做什么？都是文书义小肚鸡肠，乱吃飞凤。我看她就是仗着怀孕，想要拿捏我们全家，这才借题发挥。你有脾气朝你媳妇撒呀！别牵连楠楠。爸妈，这几天莹莹肯定不会回家了。你们身体不好，早饭买着吃，中午你们自己做点，晚上我应酬多，楠楠下班早，她就住在隔壁小区，这2天就辛苦她给你们做晚饭。清明哥，你放心，这几天我一定照顾好干爸干妈。还是楠楠懂事儿。药片3片，胶囊2片。哎呀，错了，这个降压药1片就可以了，你放3片是要药死我吗？记不住不会看说明书吗？干爸，这药瓶上全是英文，我也看不懂啊。算了，笨手笨脚的，你去厨房做饭吧。这好端端的燕窝怎么化成水了？哎呀，燕窝都要用纯净水泡窝的，而且时间火候要把握好，不然容易化水，这可怎么吃啊？干妈，对不起，我没做过燕窝。算了，清明快下班了，你看着点他喜欢吃的大闸蟹蒸好了没？好的，干妈。也不知道螃蟹上锅后多久熟的，要不先打开看看。哎呀，你会不会干活？捣什么乱？家里没食材了吗？怎么吃这些？清明哥，对不起，我平常都点外卖，而且嫂子买的那些食材我都不会做。平时都是文淑莹做饭，我就在旁边看2眼，哪动过手啊？再说这白粥配咸菜不挺好？嫌弃什么？算了，点外卖吧。你和爸身体不好，吃这么清淡，营养跟不上。清明啊，你看看这药吃几粒啊？这全是英文，我和你妈大字不识一个。平时都是莹莹提前把药分好，放在格子里，一顿一格子。爸，以后按照我上面写的剂量吃，
好，好，好，还是我儿子孝顺。早点休息啊，明天还要上班。该吃药了，该吃药了。爸，该吃药了。从小失去父母的我，结婚后将对父母的感情全投射在宋之明父母身上。这些年为了他们的身体健康操碎了心，如今我就要离婚了，他们健康与否与我无关了。妈，我说过好几次了，这件衬衫真三的不能水洗，你看都变形了。我哪里分得会水洗干洗？以前这些都是你老婆做的。好了，别说了，我穿别的吧。怎么又是白粥咸菜？你就不能下楼买点饭吗？这不今天起晚了。再说以前都是文淑莹做的，早餐店排队也是她去。爸妈，你们自己吃吧，我上班快迟到了，先走了。清明啊，喝点粥再走也行啊，空腹伤胃。哎呀，我看还是别置气了，让清明把莹莹哄回来算了。这家没有莹莹都乱套了。不行，不能跟他服软。这个丧门星敢提离婚，就是仗着我们离不开他。我就不信了，离了他这个家就不能过了。清明啊，刚上任部门经理就带头迟到，这个风气可不好啊。对不起，总经理，昨晚加班整理文件，睡得晚了。部门经理这位置有压力，能理解。公司这2天正在给你招秘书，帮你分担。秘书？真的吗？当然，这2天你辛苦一点。这次一共有3家公司和我们一起争取赵氏集团的投资，总裁很重视。等拿下赵氏集团的投资，功劳少不了你的。总经理放心，保证圆满拿下。我就喜欢你们年轻人有冲劲儿，不愧是我提拔的人。这次迟到的事儿就算了，下不为例。喂，爸，我正上班呢，有事吗？清明啊，你赶紧回家一趟。你妈和对门邻居王老太拌了2句嘴，回家气得血压飙升，现在头晕眼花，喘不过气呀。爸，你别着急，咱们楼下就有社区诊所，你先带妈去。你妈这么胖，我哪里扶得动她？都说几次了，不要她这么大气性，就是不听，出门连药都不带。爸，别抱怨了，你现在下楼去诊所喊医生来帮忙，我现在马上回家。一会儿就要开会，根本走不开呀。清明哥，咱们今天中午吃什么呀？楠楠，你来的刚刚好，我妈高血压犯病了，现在在楼下小区诊所，我一会儿要开会走不开，你请假半天去我家看看。好，清明哥你别着急，我这就回去照看干妈。楠楠，谢谢你。这有什么好谢的？干妈对我那么好，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。这姑娘长得真不错。莹莹啊，你怀着孕，确定要实地去考察这几家公司？外公放心，宝宝现在月份不大，不会有事儿的。这4个项目关系到我们赵氏下半年的收益，甚至影响公司未来几年的投资方向，我们必须谨慎从长计议。好，都听你的。不过为了你的安全，外公让张律师全程陪你。张律师业务能力出众，你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随时问他。谢谢外公。那就从明天开始，我们按着顺序就实地考察这4家公司。莹莹，不要有心理负担，放手去干。外公在你身后全力支持你。我一定要好好干，绝不能让外公失望。清明哥，你回来啦？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没事儿，都怪你爸大惊小怪。还好你让楠楠及时回来，没耽误你工作吧？没有，妈你没事就好。以后降压药一定随身带，控制好情绪，不要再跟人吵架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妈都记得。还是我儿子孝顺，不像某些人都知道我犯病了，连个消息都不回。妈，你联系莹莹了？是社区诊所的医生联系的嫂子，可嫂子在电话里说，让医生该怎么治就怎么治，不用给她打电话。说完就给挂了。清明啊，你这个媳妇儿气性真大，没怀孕之前一点没看出来，这次怀孕真面目暴露了。感情以前的乖巧孝顺都是装出来的。清明啊，这次你可绝不能轻易原谅他。莹莹确实过分了，妈都生病了，她竟然熟视无睹，是该多冷落她2天，好好教训教训她。以前莹莹在家的时候，
家里一日三餐不重档，而且都很丰盛。如今他不在，这个家都快乱套了。要不要服个软，给他一个台阶下？不行，这次服软了，下次绝不能低头。而且他怀着孕，早晚都会上我。清明哥，我下了馄饨，你累了一天了，垫垫肚子吧。我第一次吃，就是在路边吃馄饨，现在这样，他真的想着。嫂子也真是的，知道清明哥你刚升职，工作肯定很忙，还在这个时候脾气离家出走，真是不懂事。谁不懂事？这些年，莹莹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照顾爸妈，伺候我吃穿住行，让我没有后顾之忧，她还要怎么懂事？清明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算了，是我态度不好，你出去吧。跟我发什么脾气？要不是看你上了部门经理，谁天天讨好你？等以后嫁进来，跪下看我你一下。我好像真的没有给他花过一分钱。莹莹的爸妈到底给他留了多少钱？哎呀，清明啊，你的这件衣服好像被我洗坏了。妈，我跟你说多少次，这件衣服要手洗，不能用洗衣机。我年纪大了记不住啊，一会儿干洗一会儿手洗，都一样的衬衫，我哪里分得出来呀？你冲你妈吼什么？她血压刚稳住，你再让她低头犯病了怎么办？我看你还是赶紧把莹莹哄回来算了。一天天的一团乱。莹莹，你闹够没？妈病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赶紧回来！大着肚子在外边，出了意外谁担得起？宋清明，离婚协议书签字了吗？还有800万，还在闹？什么时候还800万？文淑莹，你再闹下去，我们就真的完了。宋清明，我们早就完了，3天之内签字还钱，把离婚证领了。文淑莹。居然敢挂我电话！真是反了天了！离，跟他离！我看他敢不敢去民政局？一个怀孕的家庭主妇，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我看离了你他怎么活？就是清明哥，我看嫂子就是吓唬你，你真跟他离婚，他就傻眼。离吧，赶紧离！离了之后，我就可以嫁给宋清明，做富太太了。我看服个软算了。莹莹现在怀孕，情绪不稳，要是真一气之下把婚离了，怎么办？真离了才好呢！他一个一事无成，只会干家务的，难不成咱家离了他就不能过了？清明啊，爸的药这2天快吃完了，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给爸再买点。爸，我现在就在网上给你买，明天就送到了。爸，你这药怎么网上买不到呀？莹莹说这药是处方药，不好卖。处方药？前几天我在前台接待的客户好像就是专门生产处方药。清明哥，我认识一个制药公司的朋友，要不我问问他？哎呦，还是楠楠人脉广，谁说离了他文淑莹咱家就不能过？楠楠，买药的事就交给你了，到时候让清明给你报销啊。就几瓶药钱而已，我这些年手里有点积蓄，我给干妈买，就当是孝敬干爸了。还是楠楠孝顺，比那个丧门星强多了，花点钱还斤斤计较。文书真以为没了你，我们全家都饿死病死。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清晨，我倒要看看你离了我。这药竟然这么贵，一瓶要3万！老头子，你这一个月光吃药就花这么多钱？我也不知道。这每个月干爸干妈2个人光吃药就要花小5万，这嫂子哪来的钱啊？一个月5万，一斤60的话，难道莹莹说咱们花了她800万是真的？这丧门星哪来的钱？他不会背着我儿子勾搭上有钱的老男人了吗？都给我闭嘴！我知道莹莹家境微薄，如果不是从小失去双亲，一直被缺爱，我根本够不着。但我从来没想过她会对我爸妈这么傻的话。老婆，吃完了。宋经理，不知道你每个月的工资跟爸妈要说。我们要离婚了，照顾你父母不再是我的义务。如果字签好了，我们约个时间去民政局把证领了。除此之外，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。怎么样？莹莹说什么时候回家了没有？没有，她说字签好了，就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。这哪里是使性子，这是真铁了心要跟清明离婚啊！就因为那79块的餐位费，这怀孕的女人气性怎么这么大哟？清明哥，咱别自乱阵脚。我是女人，我懂，嚷嚷着离婚分手都作不得数，真实目的就是想让男人放低，一天断去哄。没错，她还怀着你的孩子呢，孩子可是咱们的杀手锏，有孩子在，她怎么可能敢真和你离婚？他那肚子都5个月了，他无父无母，是个孤儿，到时候指定向我们低头，还得求着咱们原谅他呢。妈，我的房间你没有打扫吗？哎呀，忘了，妈现在给你打扫。这拖把放在哪里了？哪儿来的拖把？你忘了？从前你想让地板更干净，让莹莹用抹布擦地，早把拖把扔了。妈，这地板怎么湿的？
这家太大了，妈不想用抹布擦地，就直接洒了水，想着一晚上就干了。这今天刚换的衣服，吵什么？再换一身不就行了？其他衣服都让妈给洗坏了，我哪还有衣服换呀？算了，我穿昨天的旧衣服吧。那个昨天的旧衣服我放洗衣机里洗了，还没晾干呢。什么？清明啊，身为部门经理，代表的可是整个部门的形象，你这衣服皱成这样可不行啊！总经理，我也不想，这不前几天跟老婆拌了两句嘴，人家罢工回娘家了吗？理解理解，结婚的男人不容易。不过1个星期后，赵氏集团的人来咱们公司实地考察，这可是大事，你可不能犯这种低级错误，一定要给赵氏集团的人留下最好的印象。放心，总经理，我一定注意。爸，清明啊，罐的药你买到了吗？手里的药就够2天了，这药可不能停呀！啊，我一会儿把钱转给楠楠，让她买药，估计过几天就到了。你要是没药了，先去我们小区诊所，让医生给你拿一些差不多的药先吃着。药能乱吃吗？是药3分毒，想吃死我呀！哎，以前莹莹在的时候，从没断过药。清明哥，下班了，我们一起去吃午饭吧。楠楠，你来的正好，我给你转点钱，你让你朋友帮忙把我爸的药尽快买回来，这事不能再拖了。好的，清明哥，你放心，我这就去办。1个月了吧？1个月后，莹莹应该会回来了。不知道这药我能捞到多少护士。这件事就拜托你了。清明哥，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走，咱们吃饭去。你这段时间瘦多了。清明哥，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什么事？你看能不能给我换个部门？我这年纪也不小了，身边的同事都是刚毕业的年轻姑娘，而且我不能总干前台吧？是，前台这工作吃的是青春饭，楠楠虽然漂亮，但确实不适合这种工作。清明哥，听说公司最近在给你招聘秘书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秘书最起码要名校毕业，你就有初中文凭。这样吧，我在别的部门给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。清明哥，你就让我试试嘛！这些年我也学了不少东西。再说了，秘书无非就是接待客户、整理文件什么的，和我前台的工作没什么区别啊。不行，光学历那关你不过。咱不是还有内部推荐吗？有清明哥你亲自推荐，我一定能过。你想多了，虽然是给我找秘书，但人选不是我。罢了，你非想试，我可以推荐。谢谢清明哥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我不同意，他肯定要拿。等到时候人事部亲自给发现。这药不会吃死人吧？小姐，瞧您说的，能吃死人的就不是假药了。放心，全是淀粉，吃不死人。那真是可惜了，假药竟然吃不死人。不过你这药瓶子做的倒是逼真。小姐您放心，我们手艺一流，绝对看不出来。你看这钱，放心，1分都不会少你的。5万块，净赚4万，真是。不过这点实力就跟你身上样的衣服，关键是得有艺术，还得有点像样的首饰。找干妈去。哇，干妈，你怎么这么多首饰？哎，都是莹莹逢年过节送的，自己挑2件，等面试过了记得还给我啊。干妈您放心，面试过了我一定还你，到时候发了工资再送你1份首饰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到时候你可别心疼。放心，干妈，听说秘书1个月1万多工资呢，到时候我给您换一个大大的金镯子。好，干妈等着，你慢慢挑。干妈去厨房看看粥好了没？不知道那卖假药的会不会造假经营寿饰？要是能弄个假药来送我干妈，这真金子可就都是我的。妈，今晚吃什么？来了来了，饭好了。妈，怎么又是白粥？我这不还炒了几道菜吗？是，全是素菜。素菜怎么了？营养健康。再说了，你也没给妈钱呀，这菜市场的肉都不便宜。那莹莹怎么就能买到又便宜又新鲜的肉呢？死老头子，你想说什么？有本事你自己去买去做呀！妈，我一会儿给你转钱，你明天买点肉。再就好，我肯定吃。先吃吧。明天我一定给你们买肉。再说了，我自己也馋呀，这些日子我都瘦了好几斤了。你老婆还没回家？我妈把我的衣服一股脑全给扔洗衣机了，衣服不是被染色就是洗变形。清明啊，如果你一直这个形象，下周代表我们卓远公司向赵氏集团考察队演讲 PPT 的工作，我就要考虑换个人了。对不起，总经理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该低头低头，何况是自己的老婆，服个软哄2句就好了。听说这次考察队领头的是赵董事长的外孙女，清明啊，你这个形象怎么入得了大小姐的眼？什么？赵董事长的外孙女是赵董事长的心头肉，未来赵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，正儿八经的豪门千金。要是我有幸被大小姐看上，也就算了，长得跟癞蛤蟆似的。我看咱们部门也就宋经理一表人才，只是可惜宋经理英年早婚，听说和嫂子大学相恋4年，一毕业就结婚，恩爱的很。什么恩爱？这不也吵架拌嘴，离家出走了吗？好了，工作时间不是让你们八卦的，赶紧干活。外在是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拿出一份让赵氏满意的项目合作计划书。不行，这啥下掉？莹不回家了，之后我们就只能珍惜。
大小姐，董事长特意交代，您怀着孕不宜太过劳累，先吃点水果休息一下。谢谢张律师，我只是一时有点拿不准前面这2家公司哪一个更好一些。 A 公司侧重前期变现 ，B 公司侧重后期用户长期依赖，这2家公司都不错，确实很难抉择。既然难以抉择，就先放一放，毕竟后面还有2家公司。今天咱们视察哪家？卓远公司。大小姐，董事长说您若不方便，今日我带您考察卓远公司。不用，外公说过，职场最忌讳公私不分，何况我们是时候该见一面。通知卓远公司，赵氏集团的考察队半小时后到。清明啊，我没看错，你这项目策划书做得不错。今天赵氏集团的大小姐来，就由你来演讲。我先准备一下，一会儿亲自去接人。清明啊，你赶紧回来一趟吧！你妈在菜市场跟人吵架，一激动高血压又犯了，现在我们正在去医院的路上。爸，不是跟妈说过不要让她情绪激动吗？她现在怎么样？我下午要接待重要客户，走不开，搞砸了赵氏集团的投资，我明天指定被辞退。那楠楠呢？你让楠楠请假来医院。行了，我现在去找楠楠。又犯病，死老太婆真够麻烦，叫我去医院有什么用？我又不是医生。嫂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是找清明哥求和的吗？这位小姐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好啊，嫂子，你这不是离家出走，你这是私奔去了。他是不是你在外养的野男人？这样做对得起清明哥吗？这位小姐，请你说话注意分寸，没有证据恶意揣测，我可以告你诽谤。我诽谤？这位帅哥，你不知道他结婚了吗？就算不知道，你没看到她怀孕了吗？难道说你才是孩子的父亲？不用管他，我们走，别耽误了正事。帅哥，我好心提醒你，千万别被他骗了。这个女的是已婚妇女，还是个没本事、靠老公养的家庭主妇，根本配不上你。大小姐，刚刚那个女人，不会就是宋先生那位暧昧不清的干妹妹吧？没想到张律师也爱八卦呀。抱歉，是我失言，我一眼便看出女人并不安分，宋先生将来恐要吃大亏。外人都看出来了，可偏偏我的老公还以为他心思难料。一眼看出来又怎样？耐不住有人愿意自欺欺人。请。怎么还没到？赵氏的人架子这么大吗？别等了，赵氏集团的人已经走了。什么？这次带队的不是之前说的副总，是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，人家根本不想听咱们汇报 PPT， 直接去了实操部门视察。那我们这些日子加班加点准备这些，全白忙活了。喂，楠楠，怎么了？清明哥，你猜我刚刚离开公司的时候碰见谁了？谁？嫂子啊！我以为他是来公司找你服软的，上去搭话，谁曾想嫂子身边还有个男的，那个男的对嫂子处处维护，殷勤的很。男的？没错，清明哥，你说会不会被干妈说中了？嫂子真跟野男人跑了，而且肚子里的孩子还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呢。楠楠，不许胡说！清明哥，我这不是怕你戴绿帽吗？那男的长得跟小白脸似的，你不信的话，他们现在应该还在公司，你可以自己去看。好啊，文淑颖，难怪这次这么硬气，原来是在外有了人，你可真让我刮目相看。知道他们去了几层吗？好像11层。文淑颖，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文小姐颇有当年赵老的风姿呀。刘总赞誉了，希望这次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麻烦文小姐转告赵老，卓远会成为赵氏最忠诚长久的合作伙伴。总经理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怀孕？清明啊，你来了。赵老的那个外孙女不是善茬，新官上任3把火，接下来工作我们得好探讨一番。罢了，工作要紧，这个周末再找时间同莹莹好好聊聊。死老太婆，大惊小怪，害得我这月全靠又没了。看我不把你那些首饰全卖了！忙了一上午了，都饿了吧？我请大家吃饭。我知道附近有家不错的饭店，刚刚预定好了位置。还是张律师考虑周到。清明哥，你看我没骗你吧？嫂子笑得这么开心，她和这个小白脸一定有事。你拦住他们，我马上过来。好的，我一定帮你拦住这对狗男女。嫂子啊，你这是要和这个小白脸去哪儿啊？嫂子，你这是哪里找的小白脸？蛮殷勤的。没事儿。
张律师，你先带大家去吃饭，我随后就到。你先带着大家去餐厅，这里有我在。嫂子，你可以呀！你这是花了多少钱雇的这些人？还有他，你不会就是因为这个小白脸才吵着跟清明哥离婚的吧？首先，我和宋清明在办离婚，请你不要再一口一声喊我嫂子。其次，即使我们没离婚，你也没有资格喊我嫂子。宋清明不知道你的心思，我可是一清二楚。最后，请你不要侮辱我身边的人。文淑英，你还真以为我稀罕喊你嫂子呀？若不是你，现在嫁给清明哥的就是我。你霸占了我的位置，还在我面前装清高。你以为清明哥这些年爱的是你啊？他只是爱你的钱而已。若不是你爸妈死前给你留了点遗产，清明哥才不会娶你个孤女。嫂子，你怎么能为了这个小白脸打我？爷爷，你怎么能动手打人？宋先生，是这位女士先出言挑衅。我自己来。我为什么不能动手打她？她出言挑衅我，就该打。莹莹，你怎么变得这么不可理喻？难道她只是我的妹妹？能不能不要乱吃醋欺负她？妹妹，谁家好姐妹喝交杯酒？你怎么会知道？那就要问你的好妹妹了。清明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那天高兴过头了。莹莹，那天只不过是爸妈开玩笑起哄而已，你能不能不要小心眼儿？所以说来说去都是我的错是吗？宋清明，你还真是分不清妻子和妹妹的区别，一点边界感没有。清明哥，别吵架，是我该打，是我误会了嫂子和他身边这位先生的关系。这就是楠楠口中的小白脸，此人气度不凡，来头不小。莹莹，他是谁？你是因为他才非要同我离婚的吗？宋清明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就这么信任苏楠楠的话，认为我外边有人了？这不是很明显吗？刚刚这个男人行为举止可紧张你了。要说你们没关系，谁信啊？紧张我？我怀着孕，你鲁莽的朝我冲过来，是个人都要挡在我面前拦着，这样再正常不过的举动，在你们眼里就是有关系。那你们二位呢？喝交杯酒是开玩笑过家家？莹莹，交杯酒这事是我错了，你能不能别揪着不放了？以后我把工资卡交给你，跟我回家别闹了，好不好？工资卡你还是交给他吧，我们离婚后她会是你新的妻子，不是吗？走吧，张律师，别让他们久等了。莹莹，给楠楠道歉。你说什么？你误会我和楠楠的关系，失手打了她。我让你给楠楠道歉。姐夫不用了，本就是我先误会了嫂子，嫂子生气是应该的。那他也不能因为误会就出手打人。文淑英，你敢打我？嫂子，这可是清明哥公司楼下，你怎么能动手打他呢？这个时候要脸了？你们在公司同进同出的时候，怎么没想着要脸呀？走吧，不想再同这对烂人浪费口舌。你要跟着这个男人去哪里？你别忘了，我们还没离婚呢。你离家出走这些天，是不是跟这个男人在一起？你肚子里怀的可是我的孩子，你们到底什么关系？宋先生，你误会了。你不用跟他解释，你跟着一个揣着明白装明白的人争辩得清楚吗？我装糊涂？好啊，文淑英，我说你这次离婚态度这么坚决，感情已经找好了下家，还有你，他怀着别人的孩子你都愿意，你可真大度。这位先生，看您一表人才，这破坏人家家庭的事儿可不能干呀。她就是一个家庭主妇，手里可没几个闲钱，何况她肚子里还有别的男人的孩子，你可千万不要犯糊涂。你闭嘴！你有什么资格？够了！宋清明，你心真脏！这个男人到底是谁？文淑英什么时候认识这么厉害的人？不行，绝不能让文淑英跟这个男人跑了。宋先生，请你自重。自重？你带走的是我老婆文淑英，我们还没有离婚呢，你今天敢当着我的面跟这个野男人走？开车！文淑英，清明哥，嫂子外边肯定有人了，她身边那个男的一定来头不小，要不然嫂子怎么会因为一件小事情非要和你离婚？我在外边辛苦赚钱养家，你竟然敢在家给我戴绿帽子，还想离婚和野男人双宿双飞，没门！清明哥，你真的确定嫂子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清明哥，你和嫂子结婚5年都没怀孕，这刚有孩子，嫂子就吵着离婚，你说这孩子会不会不是你的？好啊，文淑英，你不仅给我戴绿帽子，还敢让我当冤大头，你想离婚没门！楠楠，现在上班时间，我们先回公司。对了，我已经向人事部推荐了你应聘经理秘书，这2天准备一下面试。真的吗？谢谢清明哥。清明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准备这次面试，一定不给你丢人。别给自己太大压力，就算应聘不上，我也不会不管你的。清明哥，你对我真好。清明啊，
你小子艳福不浅呀，这应该就是弟妹不回家的原因吧？总经理，你误会了，楠楠她是我妹妹。行了行了，大家都是男人，我懂。我听人事部说你推荐她做你的秘书。总经理，楠楠她学历低，当不成秘书，我就是走个形式。紧张什么？你是我的得力干将，我还能向公司告发你不成？但是她当你秘书肯定不行。这样吧，我把我的秘书暂时借给你几天，让他先来做我的秘书，如何？总经理，这不好吧？我怎么用你的秘书？暂时而已，怕我对你的小情人在画手啊？怎么，兄弟之妻不可欺的道理我还是懂的。总经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怕楠楠胜任不了那份工作，日后给您添麻烦。好了好了，莫要推辞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你小子可记好了，欠我一个人情。罢了，楠楠当了总经理的秘书对我也有好处，日后公司的消息我可能比其他部门更早知道。清明哥说的对，经理秘书不是那么容易当的，面试官问的问题太过专业，我竟然一个都没答出来。请问是苏楠楠女士吗？是我。恭喜你通过了面试，下周一请去总经理办公室报到。真的吗？我面试通过了，谢谢。这么好的消息，我要第一时间分享给清明哥。面试通过了就要把首饰还回去，可是身为秘书我不能穿得太寒酸，不行，这首饰不能还回去，我还得想法子搞点钱再买新首饰新衣服。喂，你会做假金银首饰吗？这小丫头长得真俊呀，像你。外公，你哪里看出来像我呀？莹莹啊，等你把孩子生出来，外公就把公司交给你打理，这样外公在家带孩子，过含饴弄孙的好日子。好，都听外公的。莹莹啊，你真打算同宋清平离婚了？如果他拿孩子威胁你不同意离婚怎么办？如果他不离婚，我就向他索要这9年的支出，800万他还不起，到时候自会乖乖签字离婚的。莹莹，宋清明他是不是到现在都不知道你的身份？没有，我也没有刻意瞒着他。我和外公的合照就摆在化妆镜旁边。卓远与赵氏的合作这么密切，但凡他对我用一点心，就会发现我唯一在世的亲人就是他日日服务的甲方爸爸。罢了，离婚的事外公就不插手了，你身子不便，有什么事儿都交给张律师去办。外公，我其实一直渴望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这5年也很努力的去经营婚姻，但尽管很努力，还是没得到我想要的。外公，是我的问题吗？我真的不配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吗？胡说八道！我家莹莹这么优秀，是她宋家不识抬举，没有福分。好孩子，将来外公一定给你选个有担当、有魄力的好男人。外公，有你在真好。莹莹今天还是没有回家吧？她不是跟野男人跑了吗？还回什么家？八叔早就忘记这个家了。清明哥，我今天跟干爸干妈商量了一下，要不你和嫂子肚子里的孩子做个亲子鉴定？没错，必须做亲子鉴定。你们成婚5年，她的肚子都没动静，我说怎么突然怀孕了呢？感情怀的别人的孩子，给她打电话，让她立刻回来做亲子鉴定。你倒是给她打电话呀！难不成你真的要认下这来路不明的孩子？我这2天都给他打电话发消息，可他说除了离婚不跟我谈别的。嫂子一定是心虚了，估计这孩子真不是清明哥的，他这么着急离婚，一定是怕事情败露。好啊，这些年真是小瞧他了，在我们眼皮底下怀了别人的孩子，把我们耍得团团转，如今还想离婚走人，没门儿！没错，还想让我们赔偿他800万，他才要赔偿我们精神损失费呢。清明啊，你不是说莹莹父母给他留了不少遗产吗？若孩子不是你的，让他离婚，净身出户。他说的没错，离婚可以，但是莹莹手里的钱必须搞到手。没什么好解释的，你想谈，我们去民政局谈。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是谁的？是我的还是那个男人的？清明，你王八蛋！宋清明，你混蛋！你竟然敢怀疑孩子不是你的，你敢这么羞辱我！你个眼瞎心盲的畜生！这婚我跟你离定了！宋清明，我们完了，彻底完了。他怎么还把电话挂了？够了！以后我和莹莹的事你们别管了。不行，一定得趁误会让他们尽快离婚，不然等孩子出生，我就没机会。不仅学会了挂电话关机，现在还把我拉黑了。莹莹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难道真的以为这几年受了太多的委屈？莹莹啊，我今天的药你放在哪儿了？爸，药我早上放你床头了。哎呀，我找不到，你过来找。水呢？清明啊，你娶的这个媳妇儿脑子真不灵光。莹莹啊，我的燕窝做好了吗？妈，燕窝还没好呢，您再稍等一会儿。怎么还没好啊？让你做个饭都磨磨蹭蹭的，想饿死我啊！妈，我不是。你还敢顶嘴？清明啊，瞧瞧你媳妇，我说她一句就敢顶嘴，都是你给惯的。
老婆，妈是长辈，你体谅点。对了，老婆，我衣服洗好了吗？明日早会要出。洗好了，放在你床头了。谢谢老婆。愣在那里做什么？趁饭还没做好，还不把地拖了？真不是过日子的，眼里没一点活。原来这些年莹莹竟然受了那么多委屈。我的儿啊，你快回来吧，我们都被这个丧门星给骗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我的儿啊，这个丧门星从头到尾就是个骗子，我的老脸都丢尽了，我不活了。家里有急事，帮我请个假。真是太不像话了，把我们耍得团团转。怎么回事？妈怎么了？清明哥是这样的，前些日子我面试经理秘书，找干妈借了几件首饰，今天来还时，正巧碰上干妈邀请了几位带娃的邻居大妈做客，不巧一小孩的吸铁石吸到了项链上，全是假的，怎么办？我才刚把东西换出来，还没来得及销赃就被发现了，不行，只能硬着头皮全赖在文淑莹身上了。你妈在那么多人面前丢了脸，寻死觅活的，我和楠楠拦不住，这才把你喊回来。我的儿啊，我的老脸在咱们小区算是丢尽了，我这以后可怎么出门啊？嫂子也真是的，送不起就不要送嘛，怎么能骗人呢？这不可能，好几个首饰是我和莹莹一块去店里买的。完蛋了，要被发现了。傻呀，当然是他背着你偷偷换掉的。清明啊，你赶紧给那个丧门星打电话，让他回来，我今天必须见到他，见不他我就报警。不行，不能报警。其实，妈，其实这事怪我一个月只给莹莹5000块钱，还让她负责家里所有的开支，她一定是手里没钱才这样做的。你竟然胳膊肘往外拐，向着那丧门星！算了，这些东西归根垫底还是莹莹送的，即便是假的，咱们不也没可不能把事情闹大了。那些首饰我还没来得及处理呢。是啊，干妈，都是一家人，报什么警啊？而且嫂子怀着孩子，别给我提孩子，他肚子里的是不是清明的孩子还不一定呢。清明啊，孩子的事儿你联系莹莹了吗？她已经把我拉黑了。拉黑？那不就是承认孩子不是你的？他不是想离婚吗？亲子鉴定不做就不离，还想跟外边那个男人光明正大在一起，没门儿！你妈说的没错，亲子鉴定非做不可。若是你的孩子，咱们老宋家的孩子绝不能叫别人爹。若不是，那这孩子就是他出轨的证据，让他净身出户，并给我们精神赔偿。清明哥，你不是说嫂子手里有他爸妈留下的巨额遗产吗？到时候离婚全让嫂子留下，当做赔偿。没错，这些年吃我们的、喝我们的、住我们的，还敢红杏出墙，必须赔偿我们。够了！这些年吃穿住行哪样不是花的莹莹的钱？爸妈，我说过了，我和莹莹的事你们不要再管了。而且她肚子里的孩子一定是我的。你怎么就这么肯定那孩子是你的？就是，孩子的事儿可是大事儿，咱们千万可不能当冤大头给别人养孩子。我怎么确定孩子是我的，对吗？爸妈，他每天5点起床做早饭，做饭空隙还要给我熨烫衣服，每天光叮嘱爸吃药的闹钟就定了3个，还要时刻姨妈的情绪，洗衣服拖地，连水都要送到你们手上，被你们呼来唤去使唤的坐下歇一会儿的时间都没有，他怎么给我戴绿帽子？是一个儿媳妇该做的吗？妈，你想累死他吗？他就连怀孕都没休息过。清明哥，你别生气，谁家儿媳妇不都这样？你给我说说哪家的儿媳妇是这样？难道你将来也要嫁人了？你能做到这样吗？不就做了点家务活吗？跟多大功劳似的。好，那以后家里的活都让妈你来干。你个不孝子！我生你养你一场，你就这样孝顺你亲妈？老头子，你儿子这样对我，你也不知道管管。儿子这样，还不都是你惯的？好你个死老头子！我嫁给你这么多年，为你生儿育女、操持家务，你就这样子对我，你个没良心的！是呀，生儿育女、操持家务，我连79元的餐位费都不舍得，我也是没良心的。儿子，清明哥，你怎么了？楠楠，你下周就要到总经理办公室工作，好好工作，等一切稳定了，找个人嫁了吧。清明哥，我还有工作，先回公司了。宋清明，我等了你那么多年，你居然说让我找个人嫁了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即便嫁不了你，我也要把你和文淑莹拆散。张律师，这位就是咱们这次合作项目的负责人宋清明，宋经理。清明，这是赵氏集团负责同我们对接的张律师。宋经理，这样大哥，不说是上次来考察的赵董事长的外孙女吗？怎么是个男的？而且莹莹怎么会认识他？清明啊，你好好与张律师聊聊项目，我还有个会，先失陪了。请坐。宋经理，
我们先谈工作，还是闲谈点别的？莹莹呢？你和她什么关系？她现在在哪里？抱歉，无权告知。张律师，我是文淑莹合法丈夫。既然你是她丈夫，那她的行踪你为什么来问我呢？张律师，身为一名律师，应该知道破坏别人家庭会面临什么法律责任。而且你就不怕我闹到赵董事长面前，说你勾引有妇之夫，让你颜面扫地吗？首先，破坏别人家庭触犯的是道德而不是法律。其次，我并没有勾引有妇之夫，这点我可以告你诽谤。第三，他说的没错，你确实眼盲心瞎，自以为是。你胡说！莹莹绝对不会在外人面前这么说我。看得这么透彻，看来你之前还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。好了，工作上的事儿会有专人联系你们。我今天是来给你送这个的。文女士已经正式委托我向你提起离婚诉讼，并针对你怀疑孩子血脉一事答应做亲子鉴定。1个月后开庭，准备一下吧。离婚诉讼，莹莹竟然为了离婚起诉我！楠楠，你下周就要到总经理办公室工作，好好工作，等一切稳定了，找个人嫁了吧。清明哥，宋清明，你还真以为除了你我没人要了？总经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小苏啊，你说应聘这个岗位的人那么多，怎么偏偏是你得到了这个岗位？因为清明哥不宋经理推荐了我。不，宋清明只不过填了一张内推表，是我层层打关系点名要你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哼，宋秘书，你是宋青青的妹妹，应该很了解她。刘总经理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小苏啊，你还是想回到前台工作吗？那以后你就要学会听话，毕竟你的来去可是我一句话的事儿，你明白吗？不要害怕，你对宋清平的那点心思我看得出来，你也不是真喜欢他，只是他是你最好的选择。但如果你有更好的选择呢？刘总经理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的秘书已经在宋清明身边任职，替我密切关注他这么多天，无所获。这想致宋清明升职都在我的掌控之内，但独独这次升任部门经理是赵氏高层直接向公司领导提出来的。赵氏集团，清明哥不一直负责咱们公司和赵氏集团的合作吗？估计业务上认识几个好朋友。不可能，他最起码认识赵氏集团核心领导，可他昨天连张律师都不认识。张律师？宋清明真的不认识赵氏集团领导层人物？小苏呀，下班有没有空陪我吃顿饭呀？有。文淑莹，今天我非要跟着姓张的找到你不可。果然住在一起，这么豪华的别墅，张律师莫非是个富二代？可一个富二代怎么能看上一个已婚的大肚婆呢？难道他有什么怪癖？这位先生，这里不停车，请你马上离开。住在这里闯出绝对会被报警抓起来的，这事只能闹，可我又拉不下脸闹。先生，请你配合，不然我就叫保安了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就走。对了，把爸妈叫过来，他们一闹，他一定会出来的。少一对狗男女，住这么气派的别墅，这个丧门星真是背着我儿子傍上大款了。清明哥，那个张律师居然这么有钱啊！看来赵氏集团的工资很高啊。有钱怎么了？有钱就可以勾搭别人老婆了吗？没错，走，今天必须把莹莹叫出来，问问她好好的日子还过不过了。请问你们找谁？我找文淑莹。温小姐，请问你们有预约吗？什么预约？我找我儿媳妇还要预约？快点让温淑莹出来！这别墅的主人是不是你老板？他勾搭我儿媳妇，破坏我儿子家庭，你让他出来，看我老太婆不撕了他！不行，你们不能硬闯！保安，快来门口，有闹事的人！什么闹事儿？我找我儿媳妇，天经地义。妈，先别闹，这些保安在你们会吃苦头的。这位兄弟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老人家有点冲动，我老婆住在这里，麻烦您能不能给她打个电话，让她出来见我一面。早就听说赵董事长的外孙女嫁给了一个穷小子后怀孕被扫地出门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，请你稍等一下。这位先生，文小姐说她不希望见到你，有什么事等法院开庭那日再说，请你带着你的家人离开。什么？哪有家门不幸啊！儿媳妇怀着孙子跟别人跑了，现在来见都不见我们一面，我的大孙子哟，他不活了！
这帮无赖，直接报警把他们抓起来。还好外公今日不在。对不起，大小姐，宋先生应该是跟着我才找到这里的。没关系，该来的总是要来的。好，你们这对狗男女终于出来了！宋清明，我想我的代理律师已经把话同你都讲清楚了，我们没有见面的必要，一切开庭由法院判决。你少拿法院吓唬我们！你今天必须给我们说清楚，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你们想什么关系就是什么关系，我和你们没什么好说的。法院见。嫂子，这个张律师还真是你养的小白兔。清明哥，他打我！看来上次那2巴掌你还没有长教训。莹莹，你就这样闹什么？结婚这些年我对你不好吗？你怎能背叛我呢？对我好，让我洗衣做饭是对我好，让我照顾老人是对我好，让我被你父母使唤来使唤去是对我好，让我一个人负担全家吃穿住行还受尽嫌弃辱骂是对我好。宋清明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对我好。莹莹，我以后我不让你做这些了，行不行？跟我回家吧。回家？可笑！我当年瞎了眼才会嫁给你。还有你，少在我面前装可怜。你在外边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破事儿，需不需要我告诉你的清明哥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你少含血喷人，是吗？以后他们再来闹事，不用请示，直接报警。莹莹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就因为一顿饭吗？我现在带你去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就去。没有意义了，宋清明，我们回不去了。你不是怀疑我肚里的孩子是谁的吗？亲子鉴定，你想做随时可以。怎么会这样？明明之前他那么爱我，什么事儿都迁就我，他怎么可能会不要我？清明啊，不过一个丧门星而已。你那么优秀，离婚后一定能娶一个更好的。他一个大着肚子的黄脸婆，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就会被人一脚踹了。清明哥，虽然嫂子离开了你，但你还有我，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。滚！你们都给我滚出去！我不可能离婚，绝不可能同莹莹离婚的。你发什么疯啊？你今天没看到莹莹和那个什么律师住在一起了吗？不离婚的话，被人知道你戴绿帽子是要被人笑话死的。现在装深情早干嘛去了？文书明被你们当保姆使唤的时候，也没见你说一句话呀。这几日刘总经理带着我出席各种高档酒，见识到了许多优秀的男。清明哥别伤心，你和嫂子之间还有孩子，孩子在千变就在，你们不会彻底分开的。我们还有孩子。什么孩子？都不一定是咱们家的，就算是那也是个赔钱货。你闭嘴！那是我的女儿，她不是赔钱货。我好好的家变成这样，都是你们，都是你们！出去，都给我滚出去！楠楠说的对，我们还有孩子。莹莹那么渴望家庭，她绝对不会让女儿受她从前的苦。我要振作。虽然我没有张律师有钱，但是我和莹莹有9年的感情，外加一个孩子，我不会输的。这个抱着莹莹的老先生怎么这么眼熟？赵朝，赵老，赵氏集团董事长。老婆，我一定会努力干出一番事业，让你外公诚心接受我。那说好，等你出人头地，陪我回家见外公。一个失独倔老头而已，有什么好看的？等岁数大了自会低头的。这不可能，莹莹的外公怎么可能是赵氏集团的董事长？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做亲子鉴定？亲子鉴定的时间想好了？老婆，赵氏集团董事长赵朝赵老先生是你的外公对吗？这5年我邀请你很多次陪我回去见外公，你都以工作为由推辞了。这些年我进入卓远公司同赵氏接手的项目都是外公安排的，对吗？是为了不伤你的自尊心，为了培养你做事的能力，为了让卓远领导重视你，也为了你升职后能给我更好的生活。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因为当初为了嫁给你和外公闹交，一开始我也被蒙在鼓里。老婆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陪你去看外公好不好？以后我们一家3口以后好好过，我不想离婚。老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晚了，宋清明，我们回不去了。清明别生气了，你妈和楠楠做你最喜欢吃的大闸蟹，先吃饭，犯不着为了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饿坏了身子。闭嘴！莹莹不是水性杨花的女人，我不允许你们这么说她。你个不孝子，为了丧门星媳妇你敢吼老子！她不是丧门星，她是赵氏集团身价1000亿的董事长赵老先生的外孙女，赵氏唯一合法继承人，是你们这辈子都高攀不起的人。这样的人却被你们整整欺负使唤了5年。什么？你说嫂子是赵氏集团董事长的外孙女？那这次清明哥升任部门经理，是赵氏集团董事长亲自授意？你说什么？
我也是听刘总经理无意间提起的。听到了吗？他不是丧门星，我能有今天的成就，都是因为他。他也不是吸血鬼，真正吸血的人是我们。这些年，是我们趴在他身上，喝他的血，吃他的肉，还一次次欺辱他。我也一点都不无辜。莹莹说的对，这些年我确实揣着明白装糊涂，眼睁睁看着他受尽委屈，我竟然还想掏空他父母留给他的遗产，我真是狼心狗肺。你刚才说莹莹是谁的外孙女？是不是身价千亿？干妈，是赵氏集团身价千亿的赵董事长的外孙女，咱们住的这个小区就是赵氏集团开的。什么？清明哥，那这么说你去现在岂不是赵氏集团的乘龙快婿？将来你和嫂子岂不是要继承赵老的千亿资产？这个太好了，那将来整个赵氏集团不就是我们宋家的吗？哎呀，我的儿啊，这下子咱们家岂不是要首富财吗？儿啊，快给爷爷打电话！不，我们现在去接莹莹回家。晚了，一切都晚了，她不可能跟我回来。怎么可能？她肚子里现在还怀着我们宋家的孩子。你认过那个孩子吗？你嫌弃莹莹肚子里的是个女孩，骂她赔钱货，不止一次的质疑那不是我的孩子。我都是开玩笑的，哪能当真呀？凭什么不能当真？凭什么你恶语伤人，别人就该大度原谅？就算你妈哪有不对的地方，那莹莹也不该因为这点小事离婚呀。这不是那婚姻当儿戏吗？清明哥，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咱们呀。若是嫂子一早坦白她的身份，我们怎么可能这么对她？嫂子这么有钱，我们完全可以请保姆呀。嫂子隐瞒身份，分明是跟你不一条线。闭嘴！这个时候你还敢挑拨离间？爸妈，莹莹不是隐瞒身份，而且当初为了和我结婚，她唯一的亲人断绝了关系，是我从头到尾辜负了她。清明哥，你打我！楠楠，你别再添乱了好不好？一巴掌而已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矫情？干妈，当年可是我用自己的嫁妆给清明哥当的路费。够了，不过200块钱而已。这些年我们清明花在你身上多少钱？你现在的工作都是清明给的。清明啊，这婚可不能离啊，离了咱们可都吃大亏了。这婚不能离。大不了我们全家去给莹莹道歉，只要你们不离婚，让我和你妈做什么都成。不可能吧？莹莹绝对不会给我机会。怎么就不可能那么爱你？你去找莹莹好好说说，就算看在孩子面上，也不至于离婚呀。怎么不至于？难道千亿资产还养不起一个孩子？嫂子身边优秀的男人那么多，怎么可能再看上清明哥？你个小贱蹄子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说什么风凉话呢？要不是你这么多年怂恿你干妈，她能这么喜欢莹莹？好啊，原来都是你搞的鬼！是你说城里的那女娃娇生惯养，让我不要给莹莹好脸色。你把这么好的儿媳妇欺负走了，你拿什么赔？你们竟然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！楠楠，这些年怂恿你干妈挑拨清明夫妻关系，你心肠怎么这么歹毒？我歹毒？当年我和清明哥青梅竹马，情投意合，是你们阻挠我们在一起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配不上我儿子，是你一直痴心妄想。哦，你个小贱蹄子，竟然敢打我！妈，老伴儿，楠楠快去拿降压药！死老太婆，去死吧！爸，赶紧去拿降压药。没有降压药了，你妈为了省钱把药停了。省什么钱？我不给我妈钱了吗？你总共就给了5000。爸，你快去楼下小区诊所喊医生，我打120急救。没想到这么多年养了个白眼狼在身边。别哭了，一会儿激动血压又升了。不对，那些金银首饰不是假的，是苏楠楠这个小贱人，一定是她偷偷换走的。清明啊，你可得把这些首饰给妈要回来呀！那些可都是莹莹孝敬我的。我知道了，妈。爸，我先去上班了，你在医院好好照顾妈。好好好，快去上班吧。对了，抽空别忘了找莹莹好好聊聊。清明哥，干妈怎么样了？让你失望了，暂时死不了。清明哥，对不起，我当时情绪激动，口不择言。你看我现在脸还肿呢。楠楠，妈的首饰是不是你给偷换卖掉的？怎么可能？明明是嫂子。那你身上的价值不菲的名牌衣服、包包哪来的？清明哥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要怀疑我，请你拿出证据。我身上这些衣服、包包当然是我自己买的。你才当上秘书，工资不过1万，你哪来的钱买这些？就不能是别人送的吗？我这么漂亮，有的是人送，而且送的东西都比你送的好。你竟然敢出卖自己！那还不都怪你？你压根就没想过帮我们当上总经理秘书。要不是刘总经理，我还在前台当花瓶。你跟刘总经理搞在一起了，你知不知道他有老婆孩子？你不也有老婆孩子？我不也在你身边无名无分这么多年？楠楠，这些年我一直把你当亲妹妹的。谁会跟亲妹妹喝交杯酒？清明哥，嫂子说的对，
你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。宋清明，你离婚后赵氏集团就不再是你的靠山，而且现在你已经成为刘总经理的眼中钉，前途堪忧，我已经不需要你了。宋经理不用每次都将我送到楼下。张律师，之前种种冒犯，对不住。宋经理难得清醒啊。张律师，不知道莹莹她最近怎么样？你放心，赵老在别墅请了全国最知名的妇产医生，配齐了医疗团队，还有月嫂、育儿嫂一应俱全。文小姐过得很好。宋经理，其实赵老一开始挺看好你的工作能力的，只要你们也不迟联系接文小姐之口想见见你，不过都被你拒绝了。赵老让我有机会转告你，赵氏和卓远今后的合作依旧由你负责。清明啊，你快来医院，你爸晕倒进急救室了。清明，清明，你听到了吗？我马上过来。李医生，是我爸吃的药有问题吗？药瓶的防伪码是假的，里面的药吃了没有副作用，但对于不能停药的患者来说，医生，这药可是5万块钱，要怎么去把是假的呢？前几日警方抓到一批造假药下情况。我明白了，谢谢你，李医生。妈，我们走吧。清明啊，这药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莹莹，你不要误会，我是来找你做亲子鉴定的。莹莹，还有什么事吗？莹莹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不好。如果你想说的是这些，那么我想说我已经不在意了。等亲子鉴定结果出来，我们就等法院宣判离婚。莹莹，我不想离婚，我们还有孩子，宝宝再有几个月就要出生了，你怎么忍心他一出生就没有爸爸？莹莹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宋清明，9年，整整9年，我无怨无悔的付出，被和你的家人肆无忌惮的践踏，凭什么？莹莹，我知道我错了，看在孩子的面子上。孩子，自从知道我肚子里的孩子是女孩，你们家在乎过她吗？宋清明，张律师应该提醒过你，你最好乖乖配合离婚，不然别说你的工作保不，我也会让你这辈子见不到孩子。莹莹，宋秘书，宋经理的妻子真是赵氏集团赵董事长外孙女。千真万确，我手机里有他们的照片，你们看，文小姐长得真漂亮。前些日子她来咱们公司考察时，非常关心一线员工待遇呢，一看就是个非常善良的人。宋秘书，你说赵董事长真疼爱文小姐，为什么宋经理不去赵氏集团工作？因为你们宋经理呀，是大山出来的穷小子，赵董事长看不上他。怎么可能？我听人说宋经理能短短5年从最普通的员工部门经理，可是赵氏集团向公司领导受益的。哎呀，过不了多久，他就可能一夜回到情况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舍不得给老婆花79块钱餐位费，而且长期指使老婆干家务活，连老婆怀孕都不让休息。如今已经被人家单方面起诉离婚了。79块钱都什么小孩他妈大的！刘总经理这招彻底将清明哥维护多年的形象彻底毁了。不过只要我能留下来，这一切不算什么。苏秘书，我们聊聊。清明哥，对不起，是刘总经理，他说你威胁到了他的地位，要把你赶出公司，我若不干，他也会让我滚。清明哥，你知道的，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呀。刘总经理怎么会是他？他可是我的恩师伯乐呀！利益面前，什么情谊都是扯淡。我今天就想问你一件事：我爸的药是真药还是假药？清明哥，你什么意思？那你一会儿跟警察好好解释解释。警察，苏楠楠女士，你涉嫌购买假药，故意危害他人性命，涉嫌偷盗贩卖他人巨额财产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清明哥，我错了，我也是鬼迷心窍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清明哥，是我要用这些年因当初你200块所有工作开销之后，无限纵容你，纵容你在我的家里挑拨我的家人，挑衅我的妻子，破坏了家庭，现在胆战你心是黑的吗？清明哥，对不起，你饶了我这次，我不能做了，要是做了的话，我这辈子可全毁了。清明啊，你这白天上班，晚上照顾我和你爸，身子怎么受得了？还是打电话让莹莹回来吧。让她回来做什么？让她大着肚子伺候你们？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？没事了，我去打水。原来这些年莹莹受了这么多苦，不知道这些钱能撑多久。5年前爸生病住院，为了不让我工作分心，莹莹医院家里2头跑，真不知道她怎么熬过来的。莹莹，宋先生，这是您的亲子鉴定报告，文小姐托我们转交给你。800万至少不多，这些年我竟然花了莹莹那么多钱，自己却舍不得给她花79块钱，我真是王八蛋！我确实分不清妹妹和老婆，我在苏楠楠身上花了至少100万，而对莹莹却是满心算计和计较。外公，将军，外公老喽，赢不过你了。董事长，宋经理来了。外公，你怎么让他来了？ 9年是该见见我这个外孙女婿了。
张律师，让他进来吧。董事长，听莹莹提起过你喜欢喝酒。你不在医院照顾你父母，来这里做什么？谢谢董事长，不仅帮我父母请最好的医生治病，还替我缴纳昂贵医药费。还有吗？我答应和莹莹离婚，并且终身放弃孩子的抚养权。莹莹，这些年欠你的钱，我会想办法还上的。你爸妈不喜欢女孩，我希望从今以后你和你父母不要出现在我和孩子面前。莹莹，其实你不喜欢吃馄饨，对吗？我只是不讨厌。我记得你刚答应我的追求时，我承诺你将来赚钱了一定带你吃遍所有的山珍海味。可你说外边买的没有家里做的有味道。你真的现在才明白吗？前你工作总是忙，早出晚归，一周和我吃饭你对家庭3次我整日洗衣做饭，出乎你父母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。老婆，对不起，也看出你对家庭的渴望。你在家里觉得戴婷周边困境视若无睹，轻视你冷落你。我以为你永远不会离开我，是我自私自负。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，我们不可能了。我知道。莹莹，还有别的事吗？以后孩子每个月的抚养费我都会打在卡里。不用了。莹莹，我不能对不起老婆后再对不起我的女儿，毕竟我是孩子的亲生父亲，我有义务养育我的孩子。等孩子长大，里面的钱我会一分不动的交给他。老婆，对不起，这些年是我让你受尽了苦。